大家好，今日係2024年嘅7月14日啦，即係美國總統咧係一個非常之高危嘅工作啦。咁我諗韓國總統應該係最高危噶啦，跟住其次到美國總統。咁美國總統咧，喺歷史上被槍擊、被槍殺，或者係參選人被槍擊嘅咧係非常之多。咁而今次咧，竟然係上演咗咧特朗普。特朗普係一個前任總統，所以佢係受到國家級嘅保安待遇嘅，因為佢係前任總統嘛。而佢用前任總統嘅身份再參選今屆嘅總統競選，而喺競選活動裏邊咧係被槍擊喎。咁即係好彩就係冇事啦。咁但係咧件事都係造成咗一個民眾嘅死亡，而且咧嗰個槍手咧都被擊斃啦。即係我係記得啦。喺即係我細個嘅時候，阿列根總統就係被槍擊過噶嘛。咁但係好彩咧當時就冇事。咁再對上咧就甘迺迪兄弟咧都係被槍擊嘅。呢個係一個被詛咒嘅家族嚟喎，甘迺迪兄弟。咁當然美國歷史上咧最偉大嘅總統林肯咧係被槍殺死亡嘅。林肯咧就當然因為南北戰爭，所以咧喺國內咧對佢嘅態度咧有好大嘅唔同啊，即係擁護佢嘅人有唔少，但係討厭佢嘅人亦都非常之多喎。咁所以呢個係非常之高危嘅工作啦。仲有另外一個咧，就係1880年代嘅總統就叫做加菲爾德。亦都係上任幾個月咧，就係被槍殺死亡嘅。咁即係槍殺佢嘅人咧，就係一啲好失意嘅人啦、潦倒嘅人啦。因為美國咧係可以合法擁有槍支，所以美國同時間咧，亦都係個民主社會。咁啲總統也好，或者候選人也好，成日都要去做訪問活動或者拉票競選嘅。所以槍擊槍殺咧就係容易好多，個門檻亦都低，因為你超級市場都買到槍啦。而且你冇槍牌，屋企人都有槍牌。譬如話今日個槍手就係屋企人咧有合法擁有槍支嘅，佢用佢屋企人嘅槍支去即係追擊呢個特朗普。咁所以呢個第二個咧就係加菲爾德，第三個咧就係麥金里，就係上個世紀初喺呢個水牛城嗰個博覽會嗰度，泛美博覽會被槍擊嘅。然後就好有名嘅甘迺迪總統啦，1963年嘅時期，然後後來甘迺迪嘅細佬參選嘅時期，亦都有試過咁嘅情況。而被槍擊其中一個咧就係大難不死，頭先嗰啲就死咗喎。大難不死咧就羅斯福總統啊，呢個羅斯福總統係老羅斯福總統。受傷喺競選活動裏邊咧，其實同 Donald Trump 今次嘅情況咧，亦都有類似嘅，就喺競選活動裏邊，朗奴列根又係啦，喺希爾頓酒店喺 DC 希爾頓酒店外邊咧係被槍擊嘅。呢個說明到美國咧係一個非常之高危，因為英國都係民主國家，大家都係要去拉票嘅，大家都要去競選嘅，亦都要親民。就算你當個總統、當個首相之後咧，你都要經常去做遊說去行街去街頭上面演講，好似日本咁安倍晉三咪因為咁樣而被刺殺啦。但係英國咧係歷史上咧似乎我揾到嘅資料係得一位喺呢個嘅首相咧，在任首相咧係被刺殺嘅，就1812年啦，已經好耐嘅時候嘅事情啦。1812年香港都仲未開埠啊。咁所以嗰個年代咧，即係至今其實得一位嘅啫，英國首相。但係點解美國咁多咧？呢個涉及一個問題啦。就係美國咧係槍支合法嘅，因為美國整個社會佢就係為咗反抗英國獨立反抗英國嘅殖民管治而獨立起嚟噶嘛，所以咧人民擁有槍械咧係保障咧即係不受殖民統治，其中一個好重要嘅特徵。第二，亦都不受咧未來政府可能會有獨裁，可能會有呢個嘅即係損害人民嘅利益。而人民係擁有推翻佢嘅權力，咁所以美國嘅憲法咧係寫明美國咧人民係可以擁有槍支槍械嘅。當然每個州份槍支槍械嗰個係有唔同啦。咁但係從呢件事你見到，因為個門檻低，所以歷史上咧佢又係民主社會，所以變成咗佢嗰個總統被擊殺、被槍擊嘅風險好高。所以我就話美國總統咧可能係世上咧第二高危嘅一個即係國家領導人嘅工作。第一就係韓國。但係韓國咧就係另外一種問題啦。韓國咧喺呢個嘅民主化之後咧，個總統都冇好下場，係因為坐監，就係因為人民監督嘅底下咧，即係佢哋有貪污、有賄選，或者係有呢個嘅金權政治。韓國係最常見咧，俾人哋質疑有金權政治，而最終咧就係要入獄或者係要自盡。咁所以韓國總統係最高危，係因為受人民監督。而美國總統咧係第二高危，我認為就係因為咧佢係人民擁有權力，而佢亦都有責任，亦都有需要去拉票喎，所以變成咗咧同人民咧係近距離嘅情況都係啦。
被槍擊槍殺咧機會率係好高。咁所以最低風險嘅似乎咧，你睇翻蘇聯啦、朝鮮啊、金氏三父子、三爺孫都冇事喎，古巴又冇事喎，獨裁嘅國家咧似乎係冇事喎，似乎獨裁國家咧刺殺嘅風險咧。即係相對低嘅，因為刺殺嘅難度大好多，即係佢唔會同你拉票啊！你金氏政權咧，嗰啲人咧去擺拍嘅啫嘛，嗰啲人咧嗰啲即係探訪民眾嗰啲咧，你基本上見到係擺拍嘅，而且嗰啲人咧係挑選過嘅，咁所以你查過佢背景亦都係檢查過佢，唔會帶武器，咁所以金氏三爺孫咧就冇事嘅喎，咁所以由此可見啦，民主國家尤其是人民有權力嘅國家，領導人就危險啦，相反。獨裁嘅國家，人民有危險喎，領導人又可能安全嘅喎，人民即係會隨時俾佢哋宰割喎，即係呢個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喎。咁但係咧，領導人咧就可以安然無恙嘅。蘇聯啊、金氏三爺孫啊、古巴都如是，希特拉都嘗試刺殺㗎，但係都唔成功嘛，都失敗啊嘛。但係反而美國嘅總統咧就歷屆咧。多有被刺嘅情況啦，咁呢個會唔會係陳水扁事件咧？有啲人認為，我個睇法咧就似乎唔係嘅，因為你睇下譬如話呢個經濟學人嘅資料啊，去到7月12日咧，其實你見到 Donald Trump 同埋呢個拜登咧嗰個民望啊，係一直係拉擴大喎，一直係擴大，因為隨住咧拜登咧不斷咧講錯嘢，將澤連斯基同普京又叫錯咗將呢個嘅Donald Trump 同埋呢個嘅賀錦麗嘅名又叫錯咗。喂，其實拜登以佢咁嘅年紀，你見到佢喺辯論上邊經常係表達唔清晰，而且行路咧之前有幾次都跌倒啦，係咪？因為咁大年紀，年過80嘅老人家雖然 Donald Trump 係細佢少少嘅啫，咁但係咧相對嚟講就壯健好多，精神好多。你見到佢被槍擊之後咧，佢都馬上咧作出一個耀武揚威、勝利嘅態度姿態，咁呢個必然係會令到佢擴大。咁所以陳水扁當時咧，就因為第一次陳水扁參選嘅時期，就係國民黨內部分裂啊嘛，宋楚瑜出嚟變成咗親民黨，就二分其票咁所以第一屆贏咗，所以第二屆咧佢哋團結起上嚟嘅時候咧，佢變成咗呢個嘅藍營啊，即係國民黨同埋親民黨贏民進黨機率高。所以出現咗一個所謂嘅槍擊事件咧，係即時令佢民望咧係反敗為勝嘅。但係特朗普本身唔係，佢而家嘅民望咧，只要不斷有演講、不斷有呢個辯論，其實就會拉大嘅，就冇特別有呢個需要咧係做一個嘅奇案出嚟令到咧民望咧係上漲喎。呢個似乎冇呢個政治需要咁所以我認為今次同陳水扁事件咧嗰個本質係有一定嘅唔同嘅。但係從呢件事就可以講到個問題啦。喂，有啲人話美國老人政治啦，70幾歲同80幾歲俾你揀，咁呢個咧就搞錯咗老人政治嘅 definition 嘅定義啦。嗱，我哋成日話咧，鄧小平時代話中國咧唔應該再搞老人政治，就係啲老人唔好剛正，就唔係話個總統或者係嗰個國家領導人好老唔應該參政，呢個係兩個概念嚟嘅。譬如話馬來西亞馬哈蒂爾90幾歲嘅時候仲做總理，而家100歲啦。係咪啊？佢90幾歲嗰時候做總理，咁呢個係咪老人政治？呢個並不是老人政治。一個年紀大嘅人咧做國家領導人並不等於老人政治。老人政治嘅意思係咩咧？就係啲落咗台嘅領導人仍然係說三道四指指點點。呢個第一種情況。第二種情況就係一個領導人佢永遠唔落台，佢又永遠唔落台咧，佢由後生做到老。咁呢個叫老人政治。老人政治嘅意思就叫做權力過分集中。而美國咧，特朗普而家70幾歲啦，佢上一屆即係輸咗，再之前嗰屆佢係做領導人嘅，所以由此可見佢嘅權力咧係要透過自己嘅努力而爭取翻嚟，要透過人民嘅授權而獲得嘅，而唔係咧一直咧由70幾歲做到80幾歲。咁所以佢嘅情況咧就並不是老人政治。美國嘅總統係老，並不等於美國係老人政治啊！呢個要破障啊，要解釋翻俾大家知嘅。咁當然啦，拜登咧，我早幾個月前大家喺直播問我點睇，我睇佢根本咧呢幾年咧，你見到佢個表現咧雖然你話施政唔係話好惡劣，美國嘅股市上漲經濟咧似乎個數據亦都唔係太差，喺 G7 裏邊咧，美國咧係即係可以話反彈咧係相對強勢嘅。咁但係個人嘅魅力、個人嘅表現喺烏克蘭嘅問題上邊亦都有即係唔少嘅非議通脹嘅問題、加息嘅問題，咁所以導致到咧
佢嗰個形勢係落後啦，加上咧佢嘅演講辯論唔能夠挽回翻呢個頹勢，唔能夠將自己嘅長處咧凸顯咗出嚟，所以幾個月前我都認為佢選輸嘅機會好大，而家出現咗呢一單咁嘅情況，咁啊特朗普嘅民望咧必然就會再進一步鞏固啊！如果民主黨唔換人咧，就似乎冇乜可能嘅，但係如果換人，你話換賀錦麗咧，分別唔大嘅喎，換賀錦麗，如果賀錦麗今屆咧走出嚟選咧，佢下一屆就話自己冇機會嘅咯，咁所以可能佢都唔會出嚟選啦。而家即係一啲嘅網站咧就可以競投，可以競猜嚇。特朗普勝出嘅機會係69%，拜登係19%，賀錦麗得6%啫喎。喂 ，Michelle Obama 得3%。咁如果 Michelle Obama 拍埋奧巴馬出嚟選咧嚇，咁啊兩公婆可能係會即係有得咬手瓜嘅，但係突然間 Michelle Obama 唔會自己出嚟選先啦，而且佢冇任何嘅政績做過啊嘛。冇唔係好似當年呢個希拉里克林頓咁樣，即係第一有佢丈夫加持，第二就係有政績，咁所以呢個咧，我覺得即係而家咁形勢發展落去咧 ，Donald Trump 贏咧，即係似乎係冇乜大嘅風險噶咯嚇，咁啊呢度就涉及一個重大問題啦，即係一個左派，一個就右派，而家咧全世界好多地方咧，即係一係就極左，一係就極右啊嚇，咁啊呢個令我咧就係想借今日嘅題目去講美國咧。因為 Donald Trump 佢哋係代表右派自由主義就強調咧美國人應該擁有槍支喎，可以有自由。而左派咧就認為哇擁有槍支咧係即係會好危險㗎，導致到社會咁所以咧民主黨嘅州份咧好多南州咧其實對槍械嗰個發牌啊或者係嗰個管制啊相對嚴謹一啲。自由黨特朗普佢哋對槍械嘅管制咧鬆弛一啲，所以喺今次呢個事件上咧亦都係説明到啦喺賓州上面遇襲，呢個槍械係美國百幾200年嚟一個好核心嘅辯論。但係我想借今日呢個咧，又講另外一個問題，因為我重溫咗一啲關於左派右派嘅理論。我今日突然間咧就即係心情好啦，就聽翻呢個 Michael Sandel 哈佛公開課第5講到呢個嘅呢個係聘用僱傭兵嘅問題。呢個係一個好有趣嘅左右派辯論嚟㗎。聘用僱傭兵嗱，因為咧喺好多國家咧戰時嘅時候咧係有徵兵制嘅。今次咧英國咧嗰個大選啊，其中嘅爭議咧就係辛偉誠主張要恢復翻呢個嘅徵兵制。咁啊，點解要鞏固翻啲愛國主義者老年人啊嗰啲嘅睇法？因為好多愛國主義者好多老年人咧成日覺得啲年輕人啊而家唔長進啊唔生性啊，俾佢當下兵就好噶啦，勤力啲勤奮啲。有啲年老嗰啲人會咁諗噶嘛。因為咧保守黨其實已經失去咗年輕人噶啦。我哋去到唔同嘅大學啊，去做參觀啊、遊玩啊，或者我最近去啲大學度做嘢，都經常見到啲人紮營係支持巴勒斯坦、支持哈馬斯噶嘛經常都會有呢啲活動喎。咁所以左派咧喺年輕人裏邊咧，其實就係即係獲得受歡迎一啲嘅。咁啊右派咧保守黨咧就係啲成熟啲、年紀大啲人咧受歡迎一啲。咁呢個咧 Michael Sandel 咧佢提出咗一個好有趣嘅問題。令我就係重新諗翻，哇！到底左派同右派嗰個核心價值喺邊度？咁啊，Michael Sandel 就話咧，喺戰時嘅時候，因為咧就要徵兵，理論上譬如話某一個年紀18至到25歲嘅男孩子就要入伍嘅，要去報效國家。咁但係咧有一啲有錢嘅人咧，佢哋唔想個仔女去入去當兵，因為會死噶嘛。所以點咧？佢哋出錢，政府容許一個制度可以出錢，然後咧佢哋可以請一啲人去代佢哋去當兵。譬如話俾一筆錢10萬蚊美元、50萬美元，即係舉例就可以代佢。其實呢個喺明朝嘅時候有嘅。明朝嘅時期咧有役發制度噶嘛。役發制度咧就係所有人咧理論上就係冬季嘅時候，因為唔使耕田啦、休息啊嘛，你就要去幫政府服役咯，幫政府去修橋補路嘅喎。咁所以咧有錢嘅人咧或者一啲書生啊，佢哋咧或者官員嘅仔女，佢哋就會出錢請人去代佢哋。咁呢個其實係法例啦，制度上係容許喎。但係 Michael Sandel 呢啲係左派啦，叫做係咪啊？Michael Sandel 好有名嘅叫社群主義者，佢係反對呢種做法嘅，因為認為咁樣係唔公平。你以為嗰啲窮人有機會選擇咩？佢哋冇機會選擇，因為佢哋生活潦倒啊嘛，佢哋好坎坷啊嘛，佢哋冇得選擇。喺金錢嘅利益底下、引誘底下，佢哋唯有係就範。你以為佢可以選擇，其實佢係冇得選擇嘅，因為形勢逼人啊嘛。所以咧，佢就係要用為咗錢去犧牲自己嘅性命，要去當兵。即使咧佢明明唔係徵兵期嗰啲人，佢過咗18至25歲啦，舉例26歲，佢為咗錢咧就去代你去徵兵，所以佢認為咁樣係唔公平嘅。咁呢個就係好典型左派同右派啦。右派嘅理論就會認為咧唔係喎，
有一啲人啊，譬如話佢係哈佛 Law School 畢業嘅，如果佢留翻喺國內咧，佢可能會更有貢獻喎。佢可以喺國內度籌款啦、募捐啦、做律師啦、爭取賠償啦，或者係國際法可以去告對幫手告對方國家，收集情報、收集資料。佢喺國內可以留用更有用之身喎。咁啊，佢咪揾一個農民，可能喺呢個嘅賓夕凡尼亞州嘅農民，去俾一筆錢佢10萬蚊美元，叫佢代佢上陣咯。咁啊喺社會效益上面咧，右派會認為咧，喂，用錢去代替係更有益嘅。呢個第一，第二啦。因為相對嚟講佢有錢啊嘛，佢可以用一筆錢去俾一啲咧本身冇需要入伍嘅人去入伍，咁其實咧亦可以改善到嗰啲人嘅生活嘅，改善到個貧窮貧窮喎，因為話俾10萬蚊美元，佢可以養活到佢屋企人嘅喎，安家費也好，或者係點樣好啦，可以供書教學喎，佢留低個仔女，佢日後嘅生活有生計喎。其實你話唔公平咧，佢係有自由。佢自由地可以選擇到是否收呢10萬蚊美元而改善佢屋企人嘅生活，所以左派同右派好核心嘅理念就係左派好強調咧係公平嘅，用錢去買收買，用錢去提升自己生存嘅機會率係一個不公義嘅嘢嚟嘅。左派永遠就係強調公平公義係大於一切嘅，右派就強調效益同埋自由選擇係大於一切嘅喎。咁所以翻嚟英國嘅社會問題度，工黨同埋保守黨對於私校學費咧，其實就係好緊張嘅問題啦。因為咧喺上一屆嘅保守黨政府咧，以卓慧思政府為例，只係得19% 嘅國員咧，佢哋嘅政府啊係公校出身嘅，80%係嚟自私校嘅。咁所以工黨今次逆轉啦，調翻轉80%係嚟自公校，2%係嚟自私校喎。咁啊，工黨嗰啲人咧，梗係認為讀私校係唔公平唔公義嘅。憑乜嘢你哋可以擁有咁好嘅資源，提升入大學嘅機會而晉身上流啊？而我哋要咁辛苦考獎學金先入到呢個劍橋牛津，然後先可以躋身到上流啊？呢個係唔公平嘅。公平咧就應該我加重你哋嘅稅，用你哋嘅稅咧去補貼翻嗰啲公立學校嘅學生。喂，佢哋強調咪公平同公義咯。咁但係咧右派就佢喂，你唔係喎，你如果要增加咁多嘅稅項咧，私校又要收稅，然後咧又要嗰啲富人啦、中產階級喺海外嘅錢咧又要收稅。而家英國個報告咪出咗咯，未來10年將會有數以百萬嘅百萬富翁會離開英國喎。英國會喺10年後窮過波蘭喎，就係因為啲中產階級其中離開晒啊嘛，就不斷加稅導致到啊嘛。咁啊右派又強調效益啦，喂，你要多啲稅務寬免，鼓勵啲有錢人留低，係咪啊？減免佢哋嘅即係壓力，咁啊先可以鼓勵到咧佢哋留低啊嘛，佢哋留低先有消費咯，有消費嘅社會先會繁華噶。右派係強調效益嘅喎，而右派強調係選擇嚟嘅喎，係咪？有錢人係咪可以有更多嘅選擇啊？睇醫生係咪可以睇好啲嘅醫生啊？讀書係咪可以讀好嘅書啊？你俾更多選擇佢哋，咁咧佢哋先可以可以喺個社會裏邊留低噶嘛，而唔去其他國家啊嘛，唔係下下要講咩義務啊、捆綁利益啊嘛。所以右派同左派好核心嘅唔同。美國今次嘅大選，其實美國已經咧左派同右派，民主黨就係號稱左派啦，係咪？共和黨又號稱右派。對於槍械管制上邊咧，又係有咁嘅情況喎，又係咁嘅情況。所以咧呢個嘅特朗普強調，喂，買唔買槍，擁唔擁有槍係你嘅自由嚟噶嘛。而呢個嘅左派，喂，每一個人嘅生命係受到保障㗎。如果你又有槍，咁啊永遠咧可以壓制住冇錢嘅人喎。譬如一般人咧唔會帶槍翻去噶嘛，你又會帶槍翻學喎。咁所以可能咧又會導致到我哋嘅仔女係受到你哋無辜嘅剝奪性命㗎。佢強調公平，一個強調公平，一個強調自由。當然喺槍械上面仲有好多社會效益嘅問題係要爭論嘅，或者法律嘅問題要爭論。咁我就唔係呢方面嘅專家，就唔討論啦。咁但係咧，我睇完 Michael Sandel 呢條片咧，有感而發，成個社會嘅左右嘅大局嘅分別，有啲人係搞唔清楚自己左派同右派嘅。咁我或者今日引述 Michael Sandel 呢條片咧，可以幫到大家釐清左派同右派其中嘅少少嘅思考。你又話俾我知，你係接近左派多啲定右派多啲？你係強調公平、公正、公義，還是係更強調呢個嘅效益同埋呢個嘅自由嘅選擇咧？嗱，當然啦，右派都強調，可能可以強調公平公正喎，左派都唔會完全忽略效益嘅喎。只係兩者如果衝突嘅時候，邊一個係優先？呢個先係重點啦。好嘛，今日我借呢個，我希望以後個風格都係咁樣啦。或者呢個其實我係初心嚟嘅，就係講時事嘅時候唔係淨係講時事啦，講郭晉安唔係淨係講郭晉安啦，係咪啊？講呢個嘅歐善儀唔係淨係講歐善儀，就係希望借一個嘅時事嘅話題引起背後一啲嘅思考。
希望可以貫徹始終，呢個就係我初心啦。咁啊，如果你有一啲嘅睇法嘅，喺下邊留言話翻俾我知好嘛？咁啊。我上次直播嗰時好快咧就講咗話，可能會喺8月底搞個讀書會咁啊。但係我真係我覺得而家最近我自己嘅精神啊唔係真係咁好啊。我成日話瞓得唔係咁好啊嘛，壓力好大，好多工作要做。咁所以我可能都係暫時唔搞住啦，即係相當抱歉。我嗰時一時興起啊講咗出嚟。anyway 今日講到呢度啦，多謝大家支持，拜拜。